当丽贝卡在自家门口第一次发现那只灰色的流浪猫时，出于好心，她赶紧拿出一些食物，希望能够帮助这只可怜的小动物。然而，她很快便发现，这只瘦弱的灰猫竟然带着一窝小猫。意外的是，灰猫妈妈在吃完食物之后，便将小猫留在她的家门口。此时的丽贝卡并没有想到，这一窝小猫将让她的生活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。丽贝卡之前曾在家附近见过这只灰色的猫，今天是她第一次看到它在后院躺着，瘦削的身形让她心生怜悯。她忍不住打开门，把一些金枪鱼罐头放在门廊上，却没想到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。起初，猫有些迟疑，显然对人类并不信任。但当它吃饱后，便开始每天躺在它的后院。渐渐的，看到这只猫成了丽贝卡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她甚至去买了些正经的猫粮。然而某天，她发现这只灰猫并不是孤身在门口等她，它带来了一只小猫。来吧，吃点东西吧，丽贝卡温柔地说，把食物放在门口。虽然它没有小猫专用的食物，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好。抱歉呢，我没想到你会带着孩子过来。他看着母猫和小猫一起细细品尝食物，心想事情就这么简单结束了。但事实远非如此，母猫吃完后并没有带走小猫，而是等丽贝卡回到门口，与她对视了一会儿后，做了个奇怪的举动。她轻轻地推了推小猫，然后转身越过栅栏，消失在视线中。丽贝卡守在门口等了一阵子，但眼看太阳下山，空气越来越冷，她不忍心让小猫独自在外，便把它带进了屋里。听说丽贝卡领养了一窝小猫，她的朋友忍不住笑出声。最近网上常看到这种视频，一个好心人发现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，这可能是命运或者上天对你的馈赠哦。丽贝卡低头看着蜷缩在小篮子里的小猫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也许真的是命运吧，她喃喃道。朋友还笑着建议，你该给它起个名字了。丽贝卡，你不是一直说想养只猫吗？丽贝卡笑着回应，却没意识到这只是一次奇妙旅程的开始。第二天早上，母猫又回来了。丽贝卡给小猫取名灰灰。仅仅一晚，丽贝卡已经对小猫产生了深深的情感。然而，当她看到那只瘦灰色的母猫又出现在草坪上时，心中不禁有些担心，害怕它是来接回自己的小猫的。事实却并非如此。丽贝卡摇了摇头，走进厨房准备猫粮。自从她开始喂这只母猫后，她的身体渐渐恢复健康，看起来精神了许多，这让她感到欣慰。然而，当她打开门，把猫粮放在门廊上时，她注意到母猫旁边又多了一只小小的身影，又一只小猫。丽贝卡连忙放下猫粮，赶紧回到屋内。这一次，她知道必须为小猫们买些合适的食物，便跑到商店补给了小猫用的猫粮。然而，当丽贝卡回来时，母猫再次不见了，只剩下另一只小猫留在她的门口。丽贝卡心想，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，她会把它们带去宠物医院检查，确保小猫们健康。她并不知道，这次检查将揭开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。在医院，兽医仔细检查了灰灰和新的小猫，医生认真地检查了它们的眼睛、耳朵，还用听诊器听它们微弱的心跳。小猫们看起来健康，丽贝卡一度松了口气，暂时放下了心头的担忧。然而，兽医继续检查时，丽贝卡发现他的神情渐渐凝重，眉头紧皱，时不时抬头看看他，然后又低头仔细观察小猫。兽医带着一位同事回来，解释说需要做进一步检查。
我们需要留他们在这里过夜。医生的声音冷静却严肃。丽贝卡心头一紧，丽贝卡犹豫不决，对小猫心存保护之情。这真的有必要吗？她问。只是为了确保它们完全健康，兽医不情愿地安慰道。丽贝卡同意了，签署了必要的表格，并留下了照料的指示。将小猫留在兽医那儿的决定让丽贝卡心情沉重。离开诊所时，她忍不住回头多看了几眼。回家的路比平常要长得多，一到家，缺少小猫的感觉立刻袭来。曾经充满新生气息的房子，此刻显得冷清而寂静。他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但担忧始终萦绕心头。丽贝卡在家中徘徊，感到一种没有小猫在身边的空虚。他瞥了一眼灰灰的睡篮，篮子里已经没有了小猫的身影。寂静让他的思绪游荡，回想起发生的种种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对小猫的安危越发担忧。他时不时查看一下钟表，期待着第二天早上能够尽早打电话给兽医。终于，他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惊醒了他从不安的睡眠中。是兽医，声音紧急却又让人安心。你能尽快来诊所吗？他问丽贝卡。他心跳加速，迅速穿好衣服，抓起车钥匙，开往诊所的路似乎格外漫长。他的脑海中不停回荡着关于小猫健康的各种情景。兽医告诉他，虽然小猫看上去营养不良，但实际上它们是健康的。他解释说，尽管它们的初始外观显示出缺乏营养，但经过检查发现，它们的确存在营养缺乏的问题。丽贝卡的脸上流露出混合着松了一口气和困惑的神情。谢谢你，她说，但关于母猫那副毛发凌乱的样子引起了她的好奇。她心想，为什么在母猫的照料下，它们会营养不良？丽贝卡百思不得其解，脑海中不断浮现那只毛发凌乱的母猫的身影。他是如何在自己如此被忽视的情况下照顾小猫的呢？他感谢了兽医，带着小猫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丽贝卡为灰灰和新小猫准备了一个舒适的空间，脑中思绪如潮水般涌动。正当他把车开进车道时，惊讶地发现那只灰猫又坐在他的门廊上。看到这只猫，他心中既松了口气，又充满好奇。他小心翼翼地下车，朝门廊走去，注意到母猫似乎露出了一种安心的神情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丽贝卡轻声问，心中对这只毛发凌乱的猫生出几分怜悯。丽贝卡谨慎地走近灰猫，生怕把它吓跑。今天的猫似乎发出不同的声音，仿佛在试图传达某种重要的讯息。观察着这只猫的奇怪行为，丽贝卡不禁好奇它想告诉它什么。就在这时，灰猫再次朝小猫的方向眨了眨眼，似乎在传递某种信号。丽贝卡的心一震，难道小猫的生父是这只猫？难以置信的念头在她脑海中闪过。你想我帮助你吗？她低声问道，心中对这只母猫的处境愈发心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意识到自己似乎正在成为这只小猫和母猫之间的桥梁。或许她能为它们的生活做点什么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丽贝卡开始定期给灰猫食物，并试图为它找一个安全的栖息地。她的善良和无私逐渐改变了灰猫的态度。日复一日，丽贝卡不仅在为小猫提供照料，也逐渐赢得了母猫的信任。她很快发现，这种陪伴也给自己带来了快乐。在家中，灰灰和新小猫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，而灰猫则像一个默默守护的朋友，给她的生活增添了色彩。丽贝卡急切地阅读着每条评论，希望能找到拼图的缺失部分。她在网上发布的帖子引起了关注，
吸引了一位当地野生动物专家的兴趣。一天，他收到了这样一条让他停下脚步的信息：嗨，我看到了你的情况，我是一名野生动物专家，可能可以帮助你。消息的开头让丽贝卡难以置信，真是天上掉馅饼。他立刻回复，安排了会面。这个新的发展让他心中充满了希望。他想，也许终于能找到答案了。野生动物专家联系了丽贝卡，提出帮助解开灰猫行为之谜。他的名字叫大卫，似乎对他的故事真正感兴趣。我见过一些奇怪的动物行为，但这个真是独一无二，他评论道。在通话中，丽贝卡感到一阵释然。凭借大卫的专业知识，他希望能终于搞清楚灰猫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们一起设置了额外的摄像头和陷阱，以更好地了解情况。大卫解释了将摄像头放置在不同角度和高度的重要性，以捕捉所有可能的活动。我们想尽可能多地覆盖区域。他说，丽贝卡按照他的指示，把摄像头安置在自家院子周围。他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准备好揭开灰猫行为背后的秘密。大卫解释说，城市和野生动物的行为常常交织在一起，你一定会对这些邻里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。他说，并向他展示要注意的迹象。丽贝卡认真倾听，吸收着这些信息。他开始注意到之前忽略的小细节，更加敏锐地感受到家周围野生动物活动的微妙迹象。一天晚上，丽贝卡正在查看新安装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。令她惊讶的是，她看到灰猫并不孤单，而是与其他野生动物互动。这一幕彻底改变了她的看法。他心中不禁惊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的好奇心达到了顶峰。那些互动看起来几乎是经过编排的，让丽贝卡怀疑这只猫是否有某种联盟或超出他理解的目的。他意识到，每只小猫可能象征着不仅仅是新的责任。丽贝卡感到一种重新燃起的决心，去解开这个谜团。这些小猫不仅仅是普通的小猫，它们之间有更深的联系和意义。这些互动的背后，丽贝卡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去分析。她特别记录了每次到访和互动，逐渐揭开灰猫及其小猫行为的神秘面纱。第二天晚上，丽贝卡被外面的骚动吓了一跳，她飞奔到门廊，心脏狂跳。灰猫再次出现，但这次它带来了另一只小猫。这只小猫与其他小猫不同，体型更大，似乎更加警觉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丽贝卡小心翼翼地靠近新来的小家伙，心中充满了对灰猫动机的疑问。她既感到紧张，又充满好奇，仔细观察着这只新小猫。它独特的花纹使它与其他小猫区分开来。丽贝卡迅速而轻柔地将它抱起，带回家。当她把它放在一个舒适的位置时，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感觉是，这只小猫身上有着非凡的独特性。她决定给野生动物专家大卫打电话，告诉他这个新情况。在电话里，丽贝卡描述了新小猫的样子。大卫很感兴趣，建议把小猫带去专科兽医那里。鉴于它的独特特征，丽贝卡欣然同意，感受到他声音中的紧迫感。第二天早上，丽贝卡带着小猫，心中既焦虑又充满希望，驱车前往兽医诊所。我希望这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答案，他想着。车子在路上颠簸着，到达专科兽医诊所后，丽贝卡特别详细地解释了整个情况。她讲述了灰猫不断带来不同小猫的事，每一只似乎都与上一只不同。兽医专注地倾听，面色从好奇转为担忧。我们来仔细看看吧，兽医说道，带着丽贝卡走进检查室，准备揭开新小猫的惊人真相。
随着专科兽医检查新小猫，丽贝卡的焦虑感与日俱增。兽医仔细查看了小猫独特的花纹和行为，经过彻底的检查，他转向丽贝卡，面色严肃：“这不是普通的小猫。”他开始解释，它似乎是一种野生物种。丽贝卡震惊了，心中快速翻滚着思绪：这对我和其他小猫意味着什么？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更加清楚自己必须更加谨慎。他对这只小猫极其奇怪的保护母亲的承诺愈加坚定。丽贝卡决心遵循兽医的建议，谨慎处理新获得的信息，以确保所有相关人员的安全。他提醒自己，心中感受到责任的重量和强烈的决心，去解开与灰猫行为相关的谜团。丽贝卡独特发现的消息迅速在社区传播开来。不久，当地政府也开始介入，启动对这一情况的调查。野生动物专家和动物控制官员对这个案件产生了兴趣。丽贝卡在门廊上观看着这一阵忙碌，只希望这些关注能够带来必要的清晰和资源，帮助理解和处理围绕灰猫及其小猫的非同寻常的情况。经过进一步检查，相关部门确认这只新小猫确实是一只猞猁。丽贝卡震惊不已。猞猁，她喃喃自语，仍在消化这个现实。专家们解释了潜在的影响，他们惊讶的表情与它的相映成趣。灰猫的养育精神显得更加非凡。如今，它照顾着如此多样和野性的动物。相关部门向丽贝卡保证，他们将以极大的小心处理猞猁小猫，让它深受这次经历的影响。原来，灰猫一直在默默保护一系列动物，展现了深厚的同情心。丽贝卡起初并未理解，这不仅仅是喂养小猫，而是保护许多需要帮助的生灵。通过观察摄像头拍下的互动，丽贝卡发现，母猫的养育精神远超她的想象。每次到访她的门廊，似乎都揭示出灰猫复杂而关怀的本性。丽贝卡开始拼凑这个故事，理解灰猫非凡的举动。这只猫一直在执行一个使命。丽贝卡对母猫的坚定和勇气感到钦佩。每只小猫，每次到访都超越了简单的生存目的。相关部门向丽贝卡保证，他们会妥善照顾和迁移猞猁小猫。丽贝卡看着他们准备运送小猫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，既有松了一口气的轻松，又有难以言喻的伤感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丽贝卡感受到了与那只灰猫保护本能的深厚联系，进一步巩固了她在这个持续故事中的角色。她的生活因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和发现而彻底改变。这次经历让他更深入地理解了城市生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微妙平衡。他的思绪常常飘回到那只灰猫及其使命上，这让他对关爱、责任和同情心的看法有了新的拓展。每一次意外的转折，都让他与大自然的节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深深受到灰猫故事的影响。当他逐渐恢复日常生活时，丽贝卡不禁回忆起过去几周的经历。她的房子现在充满了一种不同的氛围，回想着用餐和嬉戏的声音，她时常停下脚步，沉浸在关于灰猫的思考中，思索着她的智慧和难以理解的同情心。每一次灰猫的造访都是一堂同情的课程，让丽贝卡思考其他她在生活中可能忽略的小奇迹。她继续照顾其他小猫，确保它们健康茁壮。她给它们提供营养丰富的食物，希望弥补兽医所指出的不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与小猫们的纽带愈发深厚，将它们牢牢扎根在她的日常生活中。丽贝卡对灰猫的感激之情日益增长，欣赏它那神秘的方式。你真聪明，
他轻声说道，透过窗户观察着那只猫。小猫们在他的照顾下茁壮成长，但他知道，它们的成长也在见证着灰猫的不懈努力和智慧。随着邻居们开始将他视为当地的英雄，丽贝卡因他的同情心和果断思考而受到赞扬。尽管受到关注，丽贝卡依然保持谦逊，将这一切归功于灰猫在这场非凡事件链中的关键作用。每当他听到外面有动静，便会迅速检查是否有灰猫回来的迹象。他从阳台上拍摄的监控画面也成为了他夜间例行的活动之一。他仔细研究着任何不寻常的活动。他与灰猫及其小猫们的关系日益加深，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仅仅看到它们，丽贝卡的脸上就会绽放出笑容。这段经历激励他去学习更多关于野生动物及其与人类互动的知识。灰猫的行为引发了他的好奇心，让他开始阅读书籍和观看纪录片。他发现自己对动物行为复杂的动态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那只原本毛发杂乱的灰猫，如今看起来更加健康自信，依然时常造访丽贝卡。他注意到它的毛发不再凌乱，动作更加流畅优雅。你每天看起来都更好，丽贝卡高兴地说道，放下了一碗食物。邻居和朋友们经常来访，提供支持，分享他们对这一故事的赞叹。你所做的真是太了不起了，一位朋友边说边递给丽贝卡一袋小猫粮。丽贝卡的家成了动物爱好者的聚集地，每次造访都充满了分享故事和欢声笑语。社区的鼓励不仅提升了丽贝卡的士气，也帮助传播了关于动物福利的重要性。丽贝卡成为了当地动物福利的倡导者，传播她的经历。她开始在社区中心和学校进行演讲，分享她的旅程和所学到的经验。新闻媒体也报道了她的故事，让她成为了小镇上的名人。记者们纷纷造访她的家，急于记录这一非凡的事件，告诉我们关于灰猫的故事。一位记者在镜头前询问，丽贝卡怀着真诚的谦逊分享了她的故事，始终将焦点放在动物身上，而非自己。丽贝卡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倡导，确保小猫们的需求得到满足，灰猫关爱的传承得以延续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并分享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